一个2分钱的饼，因为30多年没涨价，打算涨点价，差点在埃及引发了一场大暴乱。为啥？因为这2分钱的饼关乎到了埃及1亿多人的生死存亡。不是这饼究竟有啥讲究啊？埃及人能不能活命，怎么就和一块饼搭上了关系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秋哥就给大家来了解了解埃及阿拉伯共和国，简称埃及，横跨亚非2大洲，其大部分的国土位于非洲，与利比亚、苏丹等国接壤。国土面积约为100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.04亿人。作为中东人口最多的国家，人口问题早就让埃及政府愁的脑子都要炸了。和别的国家不同，不要看埃及面积大归大，但能用的地方也就尼罗河三角洲和零星绿洲，其他都是沙漠地带。而且年降水量少，水资源呢主要还是来自于尼罗河，但每年获取的资源有限，仅有600亿立方米，生活工业用水都得从这儿拿。更关键的是，尼罗河的流量每年都在减少，本来就僧多粥少，现在僧更多，粥还更少了，没地没资源，粮食产量自然也就少。那家里1多张嗷嗷待哺的嘴巴，该怎么养活？就这非常关键的问题。你说去进口粮食吧，那进口粮食可不便宜，埃及的人均 GDP 才多少？不到4000美元，而且埃及的失业率高达 9.6%， 年轻人的失业率就更加离谱，达到了夸张的 20%。想要吃饭，结果呢没钱，根本买不起。人要是填不饱肚子，就非常容易发生恐怖的事情。所以为了让这些人安定下来，埃及又推出了一种食物，也就是开头说的大饼。在埃及的方言里呢，大饼和活命是一个意思，没有大饼人就活不了命。那为啥埃及人的性命会和一张大饼挂上钩呢？埃及大饼作为埃及政府推出的一种廉价食物，有2个特点。第一就是便宜，一张饼呢也就 0.05埃及镑，换算成人民币大概也就2分钱。而且一张饼的个头又大，相比于贵的要命的进口粮食，这么一张饼价格真的是相当的优惠。当然了，2分钱呢只是口感一般的饼，想要用上好的面粉制作而成的饼，价格就会高一点，夸张呢甚至高几10倍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埃及大饼的存在就是埃及政府为了能让百姓填饱肚子。自从推出以来，埃及大饼一直都是2分钱的价。事实上，要制作这么一张饼呢，成本实际在 0.6埃及镑左右，约 0.25元人民币。这么多年没涨价的原因呢，就是有政府在背后补贴的关系。虽然价格不多，但加不量大呀。真要算下来，每年光是补贴大饼就要花掉全国 15% 的收入，那是碰上粮食欠收啥的，甚至要补贴的更多。这对埃及来说可是不小的负担。而大饼会涨价最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埃及真的补贴不起了，它不是没有消费补贴，涨点价，要是敢这么做，埃及人就敢跑到大街上去游行示威，高呼他们要的只是大饼，也可以看成呢，他们只是要吃饱饭，想要活命，毕竟都一个意思。在2017年的涨价风波里，游行人数多到了连部队都需要出动来维持秩序，搞到最后呢，埃及政府还是没敢涨，毕竟这样的1亿多人闹起来，谁都遭不住。按理说，埃及压根养不活这么多人，结果每年的人口呢还在蹭蹭蹭的往上涨，难道他们就不会想着计划生育吗？要知道，因为人口膨胀和通货膨胀，将近有 30% 的埃及人现在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，经济差，国家也拿不出多少岗位来，导致失业率也居高不下。这么多青壮年每天无所事事的在街上溜达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到时候人口红利没吃到，反而被人口给拖垮了。但埃及不是没想过要计划生育，但没办法，多子多福的理念几乎在埃及人思想里根深蒂固。而且对很多贫困家庭来说，多一个孩子就等于多了一个廉价劳动力，结果导致越穷越生啊，越生越穷。想要改吧，又怕激起这些人的民愤，就只能鼓励少生，而不是惩罚多生。在多项举措下，埃及才勉强将生育率降低到了 2.85， 但依旧高于平均水平。埃及大饼涨不涨价，其实说的就是粮食安全问题。想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埃及现在需要做的有2点：一是扩大粮食补给，自己种不出来确实是没办法的事儿，但就是要找到稳定的进口粮食。本来埃及 80% 的粮食都是进口俄乌的，但因为俄乌冲突导致粮价不断的上涨，所以有个稳定的进口来源很重要。其次就是控制人口，人口过剩并不是一件好事情，超出了承受范围，不仅会拖累国家的发展，更会加剧本来就很紧张的粮食危机。等时代撑不住了，就会变成国家动荡的重要来源。只有解决了这2点，国家埃及才能安心涨价，或者是取消补贴等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给你发财的小手给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